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铜矿肖战杨紫压力大，张婧仪真实反应惹关注，这对组合未必讨好。肖战新剧女主又登热搜，弹幕全炸了，这回事？热搜刷着肖战和新剧女主张婧仪的名字，人群里闹哄哄，弹幕哪有一帧清静过？大概到处都在议论，这次的爆点压根不在戏里头，不在人物起承转合，全都被居然不是丑女搭档这话题点着火。有人评论，肖战的对家只有更丑，没有最丑。笑是笑，底下多少年了都在这条线上来回踱步，没人真把注意力彻头彻尾给剧情说，啥都是表象，归根结底还是网友爱比颜。过去年头，肖战身边合作过的女演员，摊开来看阵容不赖，杨紫、白百合、李沁，一水的大 IP 巨大女主，有的气场强自带流量，有的长相清新满屏。吴宣仪、张婧仪、任敏，正当红的流量颜值派，也不乏庄达菲、周依然这些后来居上的增长点。就风格讲，有成熟的，有软糯的，有灵气的，也有温婉的。按纸面逻辑，各种类型应该总有一款和肖战能碰出点不一样的《西游记》。谁猜得到，结果年年都是差临门一脚。火花倒是偶尔有，但就是烧不起来。李沁合作那么多次，舞台下互动没少，就是全员有益模式。杨紫业务能力很刚，CP 感还没开局就被业务水准消耗没了。吴宣仪青春感顶天立地，可她和肖战争男主总有种亲弟亲妹的乡土气，说甜腻吧，大家根本不入戏。庄达菲一出现舆论场，全靠期待在撑，多站一排。肖战那花样美男气场一下子让差距都吊起来了，女演员成了挡箭的，观众翻来覆去只能聊颜值压制，可这又能怪得了谁？看着己方谁也不占上风。不可否认，流量逻辑下，肖战属于标准的聚光灯下的主角，围绕的女主不管是谁，多少都摸过被迫绿叶的命。肖战的轮廓、五官是那种自成一道墙的，站边上，你很难想象哪个女演员能压得住，甚至连不被遮挡都不容易。谁没体会过和同事合影时瞬间沦为空气的体验？大家都很有默契，明面上不，心里多少明白，流量话语权都攥在男主手里。张婧仪亮相之后，话题风向是突然拐弯的，又不是屏幕顶配美人，讲道理，她那种气场也是不那么张扬，偏偏和肖战站一起，有网友夸终于找到了气场对得起来的。她不是一走路带风的类型，多的是一种安静的，甚至有点土的大地气质，却和肖战的少年感形成互补。很奇怪，两人一出现在一个画面，和谁抢都不一样，导向是互相借力。网上还炒过一阵的母系长相和怒放少年的梗，剧外两人随便一个眼神全是夫妻相的影子，戏里互动不输真实情侣，年龄差8岁。截图一对，倒看不太出来，弹幕也跟着刷像同龄人的 battle。张婧仪年纪摆在那，成熟气定，转头和肖战同框，直接把年纪感悄悄冲散。肖战其实30岁开外，但戏里永远不像干了这么久的人。节目里一本正经的玩年龄梗，也没人真会在意。谁还没见过30多岁的天然冻龄？反正娱乐圈这个词随便拿用。张婧仪沉稳的风格，还真跟之前的套路不一样。以往男主自带发光体属性，女主的靠灵气、甜美、飘逸来撑。现在反而主流有点拧巴观众审美疲劳了，不止一个人期待气场实力逆转。张婧仪硬是凭借低调扎实，补上了肖战的其他不足。流量明星和地气女主的结合，确实感觉有点新，刚好能看出娱乐圈一个有趣的现象。
其实不管谁和谁，脸蛋都不是决定一切。去掉滤镜，只剩下化学反应好不好用。隔壁韩剧无数高分 CP 其实都不是靠门当户对拼出来的，多是气质对冲。国产剧近年来互补型男女主远超俊男美女型。权威影视平台颁布的年度收视调研数据也印证了气质反差才是新鲜感由头，至于颜值，不值一提。再说一句年龄话题，曾几何时，大家一看到年龄差大于5岁，轻轻松松跳戏，社交媒体一阵 bash。但说实话，现在观众也冻龄了，不怎么计较演员本身岁数，剧情需要更重要。陈建斌、胡歌合作的那些剧，有人定死过年龄不大，都在谈戏、谈氛围呢。肖战和张婧仪就是这样，视觉体验被场景消融，谁管这点实际背景？难不成肖战所有搭档都不够档次？颜值凿凿的只有更丑，没有最丑，哪个不误伤？都说女演员没撑住场，其实观众自己也没做好安慰剂。CP 感、粉丝滤镜，最后是心理暗示，谁投射，谁追捧，谁自圆其说，反倒像极了博君一肖那年耍出来的阵仗兄弟、敌人、同盟，成天分析气场。异性组合，观众审美盲区太大了，一有新意全网围观。说实话，肖战这些年合作方式全没跳出造作感，做作反而成了缺点。奇怪的是，这几年观众还挺买账。现在流量公式早变了，观众根本不是非要甜度超标的对家模式。娱乐圈屁股一拍，套路成了废纸，观众躲在弹幕里更爱看较劲，同台砸场，不爱胡乱发糖。屡试不爽的 CP 感，反倒成了过时的标靶。你说肖战和张婧仪无火花？可能今年的观众觉得那才是火花。回头分析，其实 CP 感这词真越来越虚。流量女主、顶流男主，也许从来就是各玩各的，非要拼到一起，反而输了人设。现实操作里，炮制新奇感的手段全落空。观众现在是抗套路了，审美疲惫，口袋没有甜头了。最近平台和第三方流量分发榜单普遍显示，新一波热搜剧情里，对抗感、对等气场、生活化 CP 的热度一直压着泛流量情侣线。肖战、张婧仪这对，反而靠着普通人遇见普通人的感觉，在短视频和弹幕里被说看见了真实。这种例子其实2025年以来一直在迭代。数据看起来，电视剧《藏海传》上线前2集里弹幕发量破历史新高，争议点全是 CP 气场咬合，不是单薄颜值。自己一度觉得所谓配不配，其实压根就没什么标准。你说符合大众审美就能火，哪有这么简单？氛围没做出来，滤镜碎一地，观众怎么都买不进。有人总想新剧 CP 颜值突破，其实大概率再换一个风格，也未见得就好，但谁又知道呢？也许下个女主反而能出奇制胜。说起来，肖战现在没必要继续找全能型的女主对搭。娱乐圈某种公式自己转了一圈，观众早就对套路免疫。小拼图跑通了，观众干脆自定义爽感。藏海传的拼图给了生活化的真实，倒比甜腻模式更来劲。哪怕曾经有多少女主被压着推上审美断头台，现在只要有人气，有点不雷同的气场，观众倒看得更带劲。配不配压根不是问题，观众口味被换了，节奏全乱套。倒是你说的套路，真人火花才是真答案吧？谁说肖战的剧女主只能当陪衬？观众今天不爱看滤镜脸堆砌的偶像剧了，张婧仪的这种气质补足了肖战那种难以靠近的少年感。两边刚刚好像被拉平了一样。一直觉得脸蛋不是全部，观众喜欢看的还是真实的化学反应。就像今年的评论区，
最火爆都是讨论屏幕上那点气场的真感，不是谁压着谁独美独价。比如看剧那晚，弹幕满屏夫妻相同龄交锋，其实比甜到腻的情人模式更吸引人。观众的大脑可能早就对这种真实对等感有特殊奖励机制，再多一次实验也许会变，但这一轮铁定是这样。整体看数据，这一波弹幕留言里，负面占比反而低于往年平均值。短视频平台爬虫数据直观肖战张静怡相关视频7天内点赞破32万，远高于同期偶像剧连组合均值。各大群聊讨论统一屏蔽颜值压制，改聊气场互补。某种意义上来，娱乐圈就这么转一圈，也是难能可贵的。某个晚上，我刷到一条网友留言不甜爽，导向皮实的朋友，很莫名，但又有那么点合理。能不能出现理想型？也许永远没答案。娱乐工业还是会生产出下一个化学公式，下一个冷脸王和热美人，但当下观众最要紧的追求是你喜欢哪一型。反正现在的我觉得，只要俩人站一起，别让我出戏才算是成功。你下一出会不会又有新搭档突破这套逻辑？这娱乐圈变来变去，惊喜不能太长久，但一阵子还真挺有劲儿。